我愿意嫁给莫苍玄。装疯了吧！一个无灵根废物，竟然主动借将死剑尊，那可是凌直风啊！进去就是陪葬。谁都知道莫苍玄曾是3界第一剑尊，可如今他丹田破裂，寿元将尽，被宗门弃在荒废100年的凌直风等死。谁嫁过去，谁就是守活寡。因为我很清楚这修仙界，有灵根者一步登仙，无灵根者凡胎俗骨，配给杂役营都嫌累赘，多半扔下山自生自灭。半个时辰前，我刚穿成清河村农家女，原主在魔族屠村后被凌云宗救下，却在送来宗门的路上高烧断气。而我是末世顶级木系异能者，可偏偏这具身体没有灵根。无灵根，废物一个！这种凡人，杂役营都嫌累赘，还不如扔下山，省点粮。农村的刘芷薇却在此时测出上品3灵根，当场被丹峰执事收入丹峰。同样是清河村出来的，她一步度登仙，我连命都快保不住。赐你入凌直峰，给莫苍玄冲洗市籍。毕竟莫苍玄渡劫失败后修为尽毁，昔日第一剑尊，如今只是个将死废人。我去。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？知道。杂役营弱肉强食，我一个无灵根凡人进去活不过3个月。凌直峰再荒也是峰，莫苍玄再废也曾是3界第一剑尊。清河，你别冲动，我可以替你求丹峰长老给你安排个轻松杂活。不必，别人眼里的死路是我唯一的活路。莫苍玄虽废，余威尚在；凌直峰虽荒，却有100亩废田。对别人来说那是死地，对我这个木系异能者来说，那是能大展神脚的专属舞台。准，今日入凌直峰。等着吧，他撑不过半个月就会哭着回来。废女废人，倒也般配。一个无灵根废物，嫁给将死剑催，还真以为能翻身。所有人都等看我陪葬，可我偏要让这座死峰重新活过来。人人都道我被赐婚给剑尊是撞了大运，可没人说这凌直峰深鬼都不愿待的死地。这里没有半分仙门该有的灵气音乐，100年荒废，灵脉枯竭。这里早已不是什么仙风灵脉，就是一块被宗门彻底遗忘的废土。站住！你就是宗门送来的那个冲喜凡人，我们峰主不见客，你从哪儿来，回哪儿去。宗门赐婚，我是莫峰主明媒正娶的妻子。妻子？我们峰主寿元只剩3年，修为尽失，丹田都碎了，连自己都顾不住，还娶什么妻？你少往自己脸上贴金！他瞧不上我，一个无灵根的凡女，在他们眼里，大概只是宗门送来添乱的花瓶，摆明了是来蹭最后一点好处的。峰主！莫苍玄曾经威震3界，一剑破万法的金丹第一剑尊，如今没有息逆众生的威压，没有光华万丈的修为，只剩一副油尽灯枯的躯壳，和这破败的凌直峰一样，都在等着彻底沉寂的那天。我早有准备，却没料到他竟衰败到了这般地步。别说护我周全，他能不能活过今年都难说。宗门的意思我知道了，凌直峰是废峰，我是废人，护不住你，也给不了你任何名分好处。你下山去吧。阿年，一会儿给他装半袋糙米，够他撑到山下城镇。听见没？我们峰主让你走。凌直峰100年都种不出半株灵草，穷的叮当响，真没好处给你凑。换做寻常女子，要么哭哭啼啼哀求，要么羞愤转身就走。我不走。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？
你寿元将近，是因为丹田破碎，经脉枯竭。你缺高洁灵草，也缺疗伤丹药温养。灵植峰灵田荒废，是因为灵脉沉眠，土壤板结，没人能激活残脉，自然种不出灵草。但这荒芜的百亩灵田，我能让它长出东西。你吹牛也不打草稿，一个无灵根的凡人，连灵气都感知不到，还想种灵草？灵植峰荒废上百年，多少弟子都救不回来，你凭什么？他不信，大概只当是凡人走投无路的妄言。他见过太多想攀附权贵的人，这种说辞并不新鲜。你若想留下混口饭吃，也可以，但灵芝峰没有闲人，挑水、劈柴、打扫殿宇，能做就留下，做不了，还是下山。给我半亩地，1个月。你还真敢开口！1个月内，我种出下品灵草，你留我，给我一个容身之所。种不出来，不用你赶，我自己下山，绝不纠缠。他见过无数哭着求他、跪着攀他的人，却从没见过一个跌入绝境的凡女，敢用半亩废田和他赌一场逆天改命。好，半亩废田，1月为期，种不活，你自己走。一言为定。没人知道，我指尖藏着的木系异能，早在踏入灵芝峰那一刻，就感知到了土层深处那一缕沉睡百年的残脉灵气。这死地，在别人眼里是绝路，在我眼里，是我和他唯一的生路。无灵根的凡人也敢种灵草？这地废了上百年，连荒草都不肯扎根。死地中的死地，百年间10几任灵植弟子来过，最终都摇着头走了。地下灵脉彻底沉眠，连一丝灵气都渗不出来。他们说，种灵草无异于痴人说梦。我可把话放这儿，这地连丹峰的灵植师都救不活，你一个连灵气都摸不到的凡人，别到时候种不出来，又哭着说我们欺负你。很弱，但确实存在。不知道我探索到的是不是这个世界说的灵脉，但隐约能牵动这股力量，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。就这块地，1个月，我种出下品青灵草。你还真敢说！你确定？换一块，我可以允你。他以为我会挑一块相对肥沃的禁地，哪怕偷摸用点峰里残存的种苗，也算有几分钻营的小聪明。可我偏偏选了最烂的半亩死地，就这块，而且我赌的不只是留下来。若我种出灵草，往后我负责种药，为您养伤，延长寿元。你们只需要给我一个安身之处，护我不被旁人随意欺辱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峰主的伤，宗门长老都束手无策，你一个凡女也敢大言不惭？我看你就是想借机攀附峰主。在他眼里，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。昔日金丹剑尊的伤，一个无灵根的凡人，也敢说为延长寿玄团？你懂医术？不懂。你看，他自己都承认了。但我懂怎么种出最好的灵药，再好的丹药也得从灵药开始。丹峰治不好的伤，未必没有别的法子。我家里有些灵植土法，未必入了仙门的眼，但能不能用，试过才知道。我没提异能，修仙界各有奇遇，没人会深究一个凡人的底牌。3年了，他从云端跌落泥沼，见惯了落井下石，也见惯了假意逢迎。有人可怜他，有人忌惮他，有人等着看他死。还是第一次，有人站在一片废田里，平静地跟他说：“我能帮你续命。”好，1月为期，种活下品灵草，
种成了，灵芝峰有你一席之地；种不成，自行下山，日后不必再提。峰主，您怎么能答应他？这根本不可能。安宁，拿一些青灵草炒种子和农具给他。是。青灵草是最普通的灵草，是很多丹方的基础药材。你连这个都养不活，直接可以滚了。放心，我这人脸皮也没那么厚。哼。一看就是没人精心打理，这显然是阿年闲来种的，聊胜于无，勉强凑口吃的。你蹲这儿干嘛？这是我种的菜，不是你那半亩土田，别乱碰。你这菜种的不对。不对，我种了2年了，一直这么种，好歹还能收点菜，总比你那半亩虎地强。间距太密，根都缠在一起，强养分，所以叶片发黄长不大。浇水只浇表面，根扎不深，一晒就蔫。还有旁边这些狗尾草，根须会抢灵气。你只拔了叶子，没除根，过2天又长出来。说的轻巧，我又不是灵植师，能种活就不错了。很简单，明日有空把苗疏开，隔1拳远留1棵，浇水浇透根，杂草连根拔。照这个法子，半个月就能壮1圈。知道了。哎，你摘菜干嘛？做晚饭。谁让你摘我的菜了？放心，做的不好吃，赔你2颗。这是2颗菜的事儿吗？这肉老得很，我炖了2次都咬不动。你一个凡人能做出什么花样？别糟蹋东西。肉老是你不会处理，你又知道？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刀工还挺稳。也就闻着还行。闻着香有什么用？说不定吃着一般。这野猪肉肯定咬不动。尝尝。哦，好吃！怎么这么好吃？我以前做的跟这个比，简直像树皮。慢点吃，没人跟你抢。谁抢了？我这是替峰主试菜。那你可真辛苦。峰主，清河姑娘做的晚饭，您尝尝。他修道1000年，餐风饮露，闭关苦修，早已忘了家常饭菜是什么味道。此刻他才忽然觉得，这破败的灵植峰好像第一次有了家的样子。这孩子从小无父无母，被莫苍玄救了之后就一直在山上。峰主性子冷，话少得可怜。他每天除了干活就是对着空荡荡的大殿，从来没人给他做过一顿热乎饭，也没人教他怎么种菜，怎么把肉炖得软烂。原来有个人打理日子是这么暖和的感觉，也不是完全没用。他原以为自己会在这荒风上耗尽余生，可我这个突然闯进来的凡女，不仅要种活灵草，还要把这死水一样的日子一点点套热。刚才顺手给菜地补了一丝生机，看着轻松，其实也耗精神。我的异能有限，半亩灵田聚灵已经是极限，得省着用，稳着来。所有人都以为我在靠蛮力种地，没人知道我在给这片死坡那片半亩重造灵脉，更没人知道这份逆天能力早标好了代价。真能装模作样。无灵根的凡人，就算天天泡在田里，还能种出花来不成？种花不一定，但种草应该比你那几颗黄白菜有希望。我那是白菜，白菜。长得比较谦虚的白菜。他笃定我是在做样子。上百年都荒着的废田，难不成靠凡人翻2下地就能变出灵草？
他每天做的全是最粗笨的活计，看不出半分投机取巧。可越是这样，我越觉得反常。一个敢用半亩废田跟我赌命的女子，绝不会只靠一身麻利。盐水玄肘，俗世最朴素的笨办法。可对现在的我来说，笨办法最不容易惹人怀疑。普通繁种本来沿着黑崖的脉络，我也只能板长出普通野菜。我现在做的就是让他们生出一点吸纳灵气的本能，像给普通种子焊上了一层灵根。改良种子耗损的异能微乎其微，对我而言几乎没有负担。挑个菜籽都磨磨蹭蹭，你这是种地还是给太子相亲？就当是相亲，总得挑几个顺眼的。这地都废成这样了，你还挺会安排姻缘。没办法，来都来了，总不能让他们孤独终老。就算你挑破了天，这废田里也长不出灵草。试试总没错。旁人眼里，我是在用凡人的法子改土，深耕、抚肥、排水、化碱霜。可真正耗神的是牵引山体里散100年的残脉灵气。我早就算过，以我现在的异能强度，最多只能将方圆10亩山体里的细碎灵气聚到这半亩田中，超出半分都会神魂耗损，头晕乏力。灵气聚得太猛会惊动人，聚得太散又没效果。这个过程远比改良种子耗力100倍，只能一寸一寸慢慢往前挪。峰主，您看他翻个地都磨洋工，我看这1个月他连苗都出不来。我修为尽失，灵识大减，可千年剑尊的直觉还在。我总觉得那片田里有什么在悄悄变化，更觉得田埂上那个身影，似乎比清晨时单薄了几分。不过他这磨的也挺认真，我磨豆子都没他磨地用心。最后一步，让种子和这片土彻底连在一起。所有逆天改命，都藏在无人看见的泥土之下。清河姑娘，她怎么了？不是吧，她真把自己种地里了？阿年，我不说了。他只是脱力晕过去了，小心点儿，背他回房，脚步稳些，别颠着他。哎，好。我的天，怎么这么拼啊？不就是种个地吗？把自己累成这样，你要是醒来敢说自己没事，我第一个放的不信。峰主，他不会有事吧？睡一觉便好。他一个凡人，怎么这么能硬撑？我本来以为他是来混饭的，现在看他是来抢我饭碗的吧？不是，我的意思是他还挺能干。原以为他只是有点种植的小聪明，却没想到他骨子里藏着这么一股不认命的韧劲。我忽然有种强烈的预感，这场所有人都觉得必输的赌约，他真的有可能赢。我的秘密无人识破，可这场逆天改命才刚踏出第一步。刘芷薇，他是特意挑了这个时辰来的，他要全宗都知道林直风新来了个无灵根的冲喜凡女，他这个同村天才自然要照拂一二。丹峰的人来我们灵直峰做什么？我们峰主不见客。小妖童别紧张，我是清河的同乡，特意来看看他。看人还带师兄？你们丹峰探亲阵长都这么大吗？看来清河还真在认真种地。清河，你怎么在做这种粗活？
你本就无灵根，哪懂种灵草这些事？虽说只是最下品的青灵草种，可也比你那些凡菜子强多了。种试试，就算种不出灵草，长出来的野菜也能沾点灵气。紫薇师妹就是心善，这些种子品级再低，搁在外头也值不少灵石，给一个凡人用，确实有些糟蹋。意思再明白不过，我一个无灵根的废人，配得上丹枫的种子，已经是天大的恩典。这辈子也就配种下品草，成不了气候。谁要你们的假好心？假好心！我们灵芝峰再破，也不缺你们几颗种子，拿回去！我只是一片好意，小妖童怎么这么大的火气？莫非是灵芝峰日子过得太苦，连几句实话都听不得了？实话？你们丹枫要是真有好心，怎么不送几瓶疗伤丹过来？我们峰主丹田受损，最缺的是丹药，拿几颗没人要的破种子，装什么善心？你放肆！真当我不知道？这些青灵草种是丹枫筛选剩下的废种吧？出芽率连3种都不到，你们自己嫌占地方，拿来给清河姑娘做人情。这人情清的风一吹都没了，也好意送上门？你一个炼气3重的小药童，也敢对丹枫的东西说3道4？我炼气3层怎么了？我炼气炼3层也认得废种，不像有些人穿得像天上仙子，送礼像清仓甩卖。阿年是吧？灵芝峰如今本就艰难，何必把别人的好意想得这么坏？少来这套！丹枫早就盯着我们灵芝峰这块残麦废地了，你们不就是想看我们种不出东西，好名正言顺把地拿去建修道场吗？算盘珠子都快崩我脸上了，还说是来看同乡。灵芝峰都荒成这样了，还真把自己当宝地。荒也是我们灵芝峰的荒，轮不到你们丹枫来施舍。清河姑娘，既然是同乡好意，种子我收下了。清河，我就知道你是明白人。不过，种子好不好，不在出身哪座峰。丹枫种不活的废种，到了我手里，未必长不出好东西。说得好！1个月后，灵芝峰的灵草出苗，紫薇师妹若是有空，不妨过来看看。好啊，那我就等着。我倒要看看无灵根的凡人能把废种种出什么花样来。什么人啊，摆明了来羞辱人的！苏姑娘，你干嘛借他的种子？咱们又不是没有菜米，再不借我还能去后山给你薅点野草籽呢。你对灵芝峰的未来要求还挺朴素，那也比收他们丹枫的破烂强。别人眼里的废种，在我手里恰恰是最好的试验品。1个月，我不仅要种出灵草，还要种出比丹枫更好的灵草。要是真的种出灵草了，到时候能不能让我站前排？我想看刘芷枫的脸能绿成几阶灵草。可以，但你得先把今日的水挑完。苏姑娘，你这打脸还没开始，怎么先打到我身上了？这个凡女，好像比我想的更有意思些。废种下地，赌约生效。丹枫的天才们等着看笑话，却不知这场打脸才刚刚开始。你这也太仔细了吧！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在给种子修被子。种东西就得细养，白费力气。废田就是废田，你浇再多水也长不出灵草。那要是真长出来呢？我把这水瓢吃了。木头的，挺费牙。我就打个比方。刘知有送来的，
本就是丹峰淘汰的废种，大半种会受损，灵气微弱，力道重一点，嫩芽就可能彻底坏死。不能急，灵气太猛会烧坏种苗，只能像温水一样慢慢浸润。我没想到木蜥蜴能在这个修真世界里，不只能改良种子、梳理灵脉，还能助长灵草。这个秘密绝不能让任何人知道。没人看见我熬红的眼，他们只会以为这3世出苗是凭空掉下来的奇迹。白日里我是他们眼里那个瞎忙活的凡人，可真正的逆天改命都藏在没人看见的夜里。我是不是还没睡醒？幻觉，肯定是幻觉。青灵草，真是青灵草，不是杂草，不是野菜，真真正正带灵气的下品青灵草幼苗。3天，才3天啊！丹峰那帮人知道了，不得连夜把眼珠子捡起来？难怪这3天清河姑娘天不亮就下田，天黑透了才回。原来不是瞎忙活，是真的在灵犀养考。那我岂不是真要啃水瓢了？蹲在这儿做什么？当心踩了田埂。你怎么做到的？这可是废田啊！丹峰的上品灵田出苗都要7天，你怎么3天就……也没什么窍门，选种挑的细，浇水松土合了时节，夜里多起2趟盯着，养得尽心些，自然就出芽了。自然？你管这个叫自然？不然呢？难道是你昨晚偷偷给他们唱歌了？我才没有！我要是唱歌有这本事，我早去丹峰门口开桑了。修仙界只认灵根天赋，没人会信一个凡人能靠土法子种活灵草。说的越平淡，反倒越安全。清河姑娘，你以后要是说太阳能从西边出来，我先搬个凳子等着看。1颗，2颗，我的天，居然1颗缺的都没有！阿年活了15年，从没这么震撼过。从清晨发现出苗到现在，他已经围着这半亩田绕了8圈。不行，得赶紧告诉峰主。峰主，出大事了！灵田活了，真长出灵草了！在他心里，300年的死田，就算侥幸冒出几株带灵气的野草，也不过是残麦余韵，成不了气候。慌慌张张成何体统？不过几棵野草，也值得你这般失态。不是野草，是青灵草，整整齐齐半亩，才3天，你去看看吧，峰主，真的，我骗你，我就把药罐吃了。走吧，我倒要看看是什么样的灵草能把你惊成这样。这草药性竟比丹峰批量培育的要纯粹几分。他活了1000年，本该对此波澜不惊，可这是荒废了300年，所有人都认定长不出东西的废土。峰主，我没骗您吧？我早上看见的时候，盆儿都吓掉了。这可是您亲自划给他的死地呀！清河姑娘，你快掐我一把！我到现在都觉得自己在做梦。阿年，快把你脸上的泥擦擦吧，像只小花猫似的。峰主，确实是下品青灵草，你做的比我预想的好。不过是尽心照料罢了。种子娇弱，夜里怕霜，白日怕晒，多盯着些，自然长得好。这3日你夜夜都守在田里，出芽不稳，离不了人。况且赌约在前，我不敢懈怠。你若撑不住，灵芝峰没人护我也活不下去啊！好家伙，这就是传说中的同生共死吗？以前峰主身边连只母蚊子都没有，现在居然跟姑娘说这么多话。峰主，我就说清河姑娘厉害吧，您之前还不信，这下服了吧？我看啊，别说下品灵草，以后说不定中品……峰主这表情，明明就是认可了，还装高冷。田管得不错，夜里露重，不必硬撑。灵芝峰虽穷，还不至于让你拿身子换灵草。
他原以为自己的仁义用人生只剩等死这一件事，可现在好像突然多了一点别的盼头。清河姑娘，风主让我给你的。哦，你确定这是风主给的？不是你从丹房里顺出来献殷勤的？这是治手上裂子的药膏。风主说你天天挖土沾水，手该糟了。哎，对了，风主还说晚上厨房给你留了热粥，别忙活太晚。他不知道这半亩灵田最终能走到哪一步，也不知道我这个凡女能陪他走多远，但他第一次觉得活着好像也不是那么无趣的一件事。废风废人，有口吃的就不错了，还想拿全额月历，做梦！灵芝峰荒废300年，如今风主是个将死的废人，风主夫人是个无灵根的凡人，在他眼里，这地方连杂医院都不如，克扣点月历中饱私囊根本没人会管。凭什么少这么多？宗门规矩，哪怕最低等的杂役风，每月也该有5斗米10块下品灵石，你这连3成都不到。规矩，灵芝峰寸草不生，白耗宗门粮饷，没停了你们的供给就不错了。一个快死的峰主，一个凡人花瓶，也配跟我讲规矩？你狗眼看人低！我们峰现在种出灵草了。灵草，就这300年的废田，能种出灵草，我把这石桌子吃了。小屁孩吹牛也不打草稿，爱吃不吃，不吃我还拿回去喂杂医院的狗呢。住手！宗门条例第37条，灵芝峰月历按灵草产出折算，产出下品灵草者，除基础供给外，每10株可兑1块下品灵石，基础供给5斗米10块灵石，是宗门定的规矩。至于灵草产出，我们也有。有，拿出来我看看，我倒要看看你们这废风能种出什么灵草。要是拿不出来，今天这月历1粒米都别想要。在他看来，我无非是想装腔作势蒙混过关。300年死田能种出灵草，太阳都能从西边出来。怎么办啊，清河姑娘？她故意找茬的，要不咱们去找峰主？可以，但若是我们拿得出来，琉璃氏不仅要补足全额月历，还要按规矩当场兑换灵草的灵石。没问题，拿不出来你就给我乖乖认栽。阿年，把今早采摘的青灵草搬出来。好嘞，我就说嘛，咱们姑娘什么时候打过无准备的仗？这怎么可能？灵芝峰的废田怎么可能种出这么好的灵草？真是下品青灵草。刘执事数一下吧，一共72株，按规矩兑7块下品灵石，加上全额月历，一共17块灵石，5斗精米。宗门规矩摆在这儿，刘几事是想不认账，还是要我拿着灵草去宗主殿评理？算你狠！他不敢把这事儿闹到宗主那儿去，本来想捞点好处，没想到听不成10把米。哎呀，刘执事，刚才不是说我们种不出灵草吗？这石桌子您还吃不吃啊？要不我给您搬个凳子？阿年，别闹，刘执事胃口再好，这石桌子也太硌牙了些。收起来吧，往后每月按这个数核对，少了就按条例来，不用怕。清河姑娘，你太厉害了，你怎么连条例都记得这么清楚啊？以后我就是您手下头号护法小门神。入峰那天就翻完了，凡事提前做准备，总不会错。少贫嘴，门神护法，干活去吧。有勇有谋，心着缜密，不卑不亢。这个女人比我预想的还要能干得多。灵芝峰种出大批青灵草，还怼了执事的消息，像长了翅膀似的，飞快往丹峰传去。师姐，灵芝峰种出大批青灵草了，那个凡女还当众把刘执事给怼了。我当是什么本事？原来是偷用了我送的灵药种子。紫薇昨天听见灵芝峰种出灵草的消息，估计一夜没睡好。他死活不信一个无灵根的凡人能在300年废田里种出灵草，翻来覆去只想到一个可能，认定我用了他那天送来的青灵草废种。瞎猫碰上死耗子，孵出了几株。一大早就堵上了门，打定主意，既然用了他的种子，就要抢下80%产出，顺便踩我一脚。清河，你出来！我好心送你灵药种子，你种出灵草却一声不吭，怎么想独吞成果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闹什么？谁用你的种子了？你那点破废种扔了都没人要，一大早跑别人家门口做白日梦，也不嫌丢人。废种！若不是止于师妹的丹峰灵种，就这300年死田能长出灵草，一个无灵根的凡人
说出去谁信他有这本事？我早料到他会来这一手，所以从一开始我就没全用他送的种子，一半是我在山间寻的野生药草驯化，另一半混了废种做幌子，就是防着今天。阿年，别气，犯不着跟不讲理的人大呼小叫。你们信不信不重要。柳师妹那天送了30粒青灵草废种，对吧？算你还有点良心，记得是30粒。可这半亩田一共212株青苗，除了青灵草，还有地丁草、凝露草2个品种。这一排叶片带齿纹的是地丁草，那一排叶尖发蓝的是凝露草幼苗。这2种灵草，丹枫外田都极少培育，柳师妹的锦盒里难道也有？她那天送的只有青灵草废种，哪来什么地丁草、凝露草？赵磊在丹枫待了3年，自然认得培育难度比青灵草高得多，连丹枫正经灵植师都不敢说100%出苗，更别说一个凡人。你少偷换概念，说不定是你偷了风里库存的种子，反正你一个无灵根的凡人，绝对种不出这些。你才偷东西，这是之前我们风主给的，这么大的灵芝枫还找不出几颗种子，真是没见过世面。柳师妹入丹枫已经半月有余，是3灵根天才，又有丹枫长老亲自指点，我倒想问问，这半个月里，柳师妹亲手培育的灵草出模率有多少？一共收获了多少成株？总不会堂堂丹枫天才弟子，自己半株灵草都没种出来，反倒跑过来抢一个凡人的成果吧？他入丹枫后压根没下过田，半株灵草都没种出来，这话要是传出去，丹枫天才抢凡人灵草，脸都要丢尽了。你强词夺理！师妹是丹枫弟子，专注炼丹就行，哪用得着亲自种灵草？反正这些灵草用了我的种子，就得分我80%，不然我就去执事堂告你偷窃丹枫灵种。还80%？你怎么不直接抢？你再胡搅蛮缠，我们现在就去请执法长老来评理。按宗门条例，诬告同门强夺他人产出，是要罚杂去营做苦役的。走啊，现在就去！真闹到执法堂，理亏的肯定是他，可就这么走了，又添不下这口气。滚！仅仅是一个字的威压，就压得他们喘不过气，腿肚子都在打颤，早忘了这是个修为尽失的废人。师妹，算了，我们先回去。多谢峰主出手。灵芝峰的事轮不到外人撒野，以后再有这种事，直接说一声，我还没死，还护得住这一方天地。没有甜言蜜语，只有实打实的兜底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以前峰主连话都懒得说，现在都主动护人了。下品灵草已经引来了麻烦，中品灵草的事更不能暴露。我得尽快摸清黑市的路子，把攒下来的中品草换成疗伤丹药，赶在下次麻烦来之前，先把莫苍玄的丹田稳住。